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OpenAI 的开发者大会已经结束了。我本来呢想做一个 reaction 的视频直播，结果发现网速不支持，只能看后跟大家聊聊啊。哇塞，看完这个 OpenAI 开发者大会估计咱们国内的这些厂家，什么 BAT 都懵了的。在7号凌晨2点，在洛杉矶举行的首届 OpenAI 开发者大会可以说放了一个大招。整个发布会不长只有45分钟，但是技术和产品的更新实在是太猛了可以说全场炸锅。比如最新发布的这个 GPT-4 的 Turbo 模型支持12.8万的这个字符的长文本，但是价格呢是便宜了20%多还推出了这个定制化的 GPTs 让每个人都可以 DIY 自己的 ChatGPT 完全不需要编程。所以说这绝对是这个今年以来业内最重磅的发布会了。那 BAT 的这些 AI 大佬们估计也是在蹲着看直播估计很多 AI 的从业人员也都定好闹钟准时出现在电脑前看这个直播，也都被震撼了。那1年前OpenAI 发布的 ChatGPT 模型就惊艳四座，可以说让 OpenAI 一下子成为所有科技公司的这个紧盯的目标。之后像百度华为、科大讯飞等等等等都在发布会这个 PPT 上都会标出超过 ChatGPT 这个性能参数这样的字儿。1年过去了，想超越 ChatGPT 的，目前看起来只有他自己。那这次大会上呢 ，OpenAI 的创始人 Sam Altman 这个可以看一下奥特曼呢，他是简单回顾了 ChatGPT 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他说至今为止呢，我们大约有200万开发者基于我们的 API 构建各种用例，做出令人惊叹的作品。超过92%的财富500强的企业使用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周活跃用户达到1个亿。所以单就数字来说相比其他的大模型 ChatGPT 的这个开发者和用户规模这个还是非常大的虽然百度飞江的开发者达到800万，阿里云魔方社区的聚集了280万开发者，但是人家 ChatGPT 是92%的财富500强作为客户有这么一个惊人的数字。这45分钟的发布会呢 ，OpenAI 呢就是放出了2个这个重磅炸弹一个是模型夹克更便宜，是吧？我刚才说过，首先登场的这个 GPT-4 的这个 Turbo 模型OpenAI 的创始人呢，就是 Sam Altman 说呢，相比3月发布的 GPT-4 模型来说这个 GPT-4 Turbo 在6个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支持更长的这个就是这个12.8万的这个字符然后更明确的遵循开发者的指令再一个知识库更新到2023年4月，支持处理图片和生成语音这种多模态的能力，支持个性化定制模型每分钟的处理速度呢也提高1倍。那更重要的是呢 GPT-4 Turbo 的价格呢比 GPT-4 便宜了很多，输入的字符的价格只有 GPT-4 的1/3，输出字符呢是 GPT-4 的1半。也就是说从发布会这天起 ChatGPT 就基于 GPT-4 Turbo 提供服务了，等于加价了大降价。另外呢 OpenAI 呢还发布了一个就是说让大家比较感到震惊的产品，就是所谓什么呢 GPTs 允许用户呢定制这个通过自然语言描述不需要编程就可以自定义个人版的 ChatGPT， 完全零代码。那 Sam Altman 呢他这个现场他演示了如果通过这个自定义式的这种工具来生成这个用这个 GPT Builder 几秒钟内搭建一个创业咨询的这么一个 GPT，用户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外部的API 和文档不断的优化自己定制的这个 GPT。说实话真巧我上个月在 Discord 讨论群里边还讨论过，我说哪个 GPT 模型能够支持定制性格和角色的模型呢？好嘛，你看人家话音未落 ChatGPT 就已经更新增加了这个功能了。那更令人激动的是呢 OpenAI 宣布本月晚些时候呢将上线 GPT 应用商店
汇集开发者公开发布的各种 GPT 的服务，那么还有应用。那为了帮助开发者呢 ，OpenAI 还发布了这个 AI 开发助手 APIS。那作为这一轮AI 浪潮的这个领头羊OpenAI 呢可以说囊括了全球最顶尖的应用开发者人才，那么有分析预测的是吧？有这个 GPT 商店上线之后GPT 应用和服务会迎来一个爆发性的这个增长。那在隐私保护这块呢，这个 OpenAI 表示不会用用户的数据来去训练自己的模型允许开发者呢自行删除数据，并推出了这个版权保护的计划。如果企业用户因为使用 AI 生成内容面临版权纠纷怎么办呢？ OpenAI 将提供辩护和赔偿支持。这个就和微软和 Adobe 的 Firefly 这个做法是相似的。那么在今年4、5月份我做过好几期关于 OpenAI 的这个新的工具的这个视频，就提到过这个 Firefly。那当然这次发布会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是没有公开的后续会在代码文档中的逐步披露可以说OpenAI 这次的大会对构建 GPT 的这个商业生态它这个开启了全面的进攻，或者拉开了全面的帷幕。在这个时候是其他的公司的就是业内包括国内国外的也都在全力追赶。因为就在这个发布会前一天，马斯克的这个 AI 公司来自 XAI 是吧，发布了这个 Grok 新模型。那定位呢就是提供实时的信息的这么 AI 工具。这个就被外界视为这个捣乱的 OpenAI。那么另外一天呢，李开复的 AI 初创公司01万物也发布了开源的中英文模型 E 宣称要做世界第一。那么最近呢，国内第二批 AI 公司也通过了大模型备案紧接着呢要推出各种的开发应用了。目前来说呢，可以说是文心一言是一枝独秀了。整体来看，各家企业仍然在多方面的激烈竞争，市场呢当然远未饱和，谁最终会脱颖而出，接下来肯定还会有很多的这种反复洗牌或者较量。当然了，这个局域网内的竞争我们就不愿意多浪费唾沫了我们会继续跟踪国际 GPT 的这个变化和发展。可以说这一轮的 AI 浪潮呢才刚刚开始，让我们wait and see吧。这就是今天关于 OpenAI 发布会的一个简单介绍，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